声音吧。在那个时期，如果真的打仗，两蒋时期因为我们马祖是战地，台湾呢也是专制，动员戡乱时期，我佩服大陆是什么呢？最近这10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科技发展很快，就是欠缺民主、民权、民生的人民所有。但人民有民主、民权、民生，我相信不要花一颗子弹来打马祖和台湾。哇，那真的是有蓝眼泪啊！这边读书是会很爽。我来当做退休生，我还跟以前我爸在这边当兵的时候来讲，这边生活已经挺好了。哦，有小七，然后每天都会有船送东西来，然后对，网络上面订货也很快就会到。票买好啦。小三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语，指的是海峡两岸在福建沿海和金门、马祖之间实施的小型三通模式。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那个时代的大家摒弃意识形态，发展经济，社会欣欣向荣。小三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2001年正式通航，象征着那个时代人民对美好与和平的憧憬。这一期我将作为一位大陆游客的身份，通过小三通从马祖到福州，探索疫情后的今天，这美好的憧憬是否还依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基隆西岸旅客码头呢，它也是有国内跟国际2条航线的，相当于这也是一个国际码头了。我乘坐的是新台马轮，它是分单双号的，路线不一样的。今天是16号啊，是双号，是先从基隆到东引，再到南竿，再回基隆。要是单号的话，是从基隆去到南竿，再去东引，再回基隆的。马祖列岛主要由南竿、北竿、高登岛、亮岛、东莒、西莒、东引、西引以及附属小岛共计36个岛屿、礁屿组成，并且29.6平方公里，人口1.3万，距离台湾本岛166公里，距离大陆最近点约9公里，也是当时国共对立时期的前线。终于到登船时间啦，可以看到这个新台马呢，下面是货舱，然后上面3层呢是客舱，还有一个船顶，一共加起来就5层。旁边都是贵宾厅，还有头等舱。我是座位的，这里的视野还不错啊，我的位置就是42，就在这里，靠窗的。从2楼过完安检，从这里就进来啦，这就是我的位置。这个新台马很新啊，它是去年的4月份才启用的，然后它的长度呢是有101米左右，然后它载客量呢是有642，然后下面呢是可以停45辆车的。邮轮的中间就是餐饮区，看卖的价格都挺合理的，像饮料都是25台币左右，零食也是20台币，方便面是50台币左右。这里还有卫星网络啊，但只能接收文字。这里呢是3楼。3楼呢，它还有床位的卧铺，哇，挺不错的啊，有点像青旅的感觉。但我在网上面查是没有找到床位的，只有坐的。像头等舱的话是1890一个人，贵宾舱4人间一个人的话是1575，卧铺的话是1050。我坐的算是最便宜的座位的，是630。在东亚国家真的很少看到有这种厕所啊，性别友善厕所。所以这边还算是挺包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厕所怎么样吧。厕所不大，但挺不错的啊，该有的都有，而且还是电动的，可以洗屁股，然后还可以加热的，就跟日本的厕所马桶一样。大家早上好，
可以感受到吧，这边风非常的大啊。但比较神奇的是，这一路走过来，很多地方都是有信号的。现在是早上5点20分，已经很亮了，已经快到目的地了。哇，这里的风真的好大！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右手边就是东引岛，左手边呢就是西引岛，中间呢是中柱港。在退潮的时候，人是可以直接走过去对面的。可以看到整个地方看起来也不大，只有4.7多公里。这里呢，距离台湾本岛是有170公里的。这个船每天最主要还是运货为主的，好多货啊。现在下船了，刚才上面也看得到啊，它那个船头呢是可以升起来，这样的话停靠很方便。一出来就看到啊，中柱港3个大字。这里呢，其实距离大陆是有30-40公里不止啊。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观光客啊，这边都是一些民宿，然后开过来这边接他们的客人的。我没有预订酒店啊。我先去找住的地方吧。这里呢就是中柱港，然后前面这里呢就是东引的正中心了，离得很近了，走路就3-4分钟。那边呢就是连接着东引跟西引的，其实就很小的一个地方，完全步行就够了。从这里呢还可以看到新台马。从这个中城门上来呢，这里就是乐华村，这里很有海岛风情啊，全部是民宿。才6点多，已经有很多的早餐店都已经全部营业了啊！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提前订好酒店啊。我这边问了一圈了，结果全部都是客满。其实提前订的话，价格也很便宜。我问了那种看海景的，才2000台币左右。像现在这边都满了，但是这边有一个预备的房间是背包客的，就是比较差的，没有窗户的，价格是1400。我看他要是能的话，我就这边住算了，我就不再找了。哇，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啊！大家看我的装扮就知道我就要骑摩托车了。我租好一个摩托车，价格呢是500一天。然后我本来等的那个背包客的房间也没有了，后面给了我一个天台的房间，价格是1000，但是是没有洗手间的，要去到1楼去上洗手间的。然后呢，我买了一个船票，明天的船票去南竿的，价格呢是400台币。那么我们就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开启今天的行程吧。这里的风真的好大啊！现在呢又回到了今天早上下船的地方呢，中柱港。我们开到前面那边去吧，那个中柱亭那里。从这里呢过去对面就是西引了。这里是中柱堤，现在呢已经不需要再等它退潮什么涨潮了啊，因为它已经修好这个桥了，直接可以过去了。台湾呢也是右舵靠左行驶的，中间这里就是中柱岛啦，就是在西引跟中引中间的位置。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港安亭，也就是中柱岛啦。在以前啊，中柱岛跟这边的东引跟那边的西引是分开的啊，独立存在的，要坐船来经过的。后面呢修了这一个中柱堤，现在叫中柱桥啊，然后才能连接在一起的。可以看到，就算是现在这里还是有保留着很多的金属建筑，还有雷达卫星的啊。这里还有一个水厂啊，就是海水淡化的。这里呢也是一个观景点啊，名字叫做静卧鳄鱼。从这边看过去，尖尖那里是不是像鳄鱼的头？然后还有脚，还有尾巴，有点牵强啊，不过还是有一点点像啊。我们继续出发吧。風吹雞蛋殼，但在我心中照，還是昨日的曙光。月已掛肩膊，天蒼蒼星落索，但在我心中唱，還是昨日少年歌。大家有聽到聲音吧？剛才我經過那裡呢，是一個射靶場，還在訓練射靶的，所以說呢，但是他讓我進來之後，然後就封路了。聽到聲音有沒有？還在練習的。這裡呢，也是叫33據點，這應該是一個防空炮吧？
这里呢是三山据点的一个对空的机关炮啊，但这个好像是不能操作了啊。哦，可以操作哎，你看，哦，可以瞄准，而且呢是左右2个人的。这边游客特别多啊。对空机关炮，打靶，那边在打靶，看把别人吓到了。这个机关炮呢是要2个人操作的，一个是调上下的，然后一个呢是调左右的。刚刚的三山据点对空机关炮就在那个鳄鱼的背部这位置啊，然后刚才封路嘛，这边呢就是那个射击场。现在回到东引啦，这里呢就是正中心的商业区啊，就这么一条商业街啊，然后有摄影的，哇，还有71便利店，还有剪头发的。在这个小岛呢，基本上所有物资都是要靠空运或者是海运的啊，但这边的物价还可以啊，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像这杯豆浆呢是25，然后我点了一份油条醪糟，是50。这个是油条，相当于是30了，然后这个醪糟饼呢就是20了，然后一个肉包是25。试一下这个油条，这个就是红糟烧饼，我也没吃过，看什么味道。这个红糟烧饼呢，吃起来就像在吃精粮一样的，很有饱腹感啊。然后呢，有一点点酒香味。这里呢就是安东坑道，是以前战时的房室。现在呢是在93年对外开放了啊，可以看到它是在岩石层开凿出来的一个坑道，全长呢是有640多米的，然后台阶呢是有450个台阶的。哇，这个坑道我感觉就像是导弹都会被打穿啊！它下面呢是四通发达的，它不止一个出口的，下面是有8个出口的。这里呢是坑道的出入口，我们现在位置在这里。然后像右手边这一块呢就是军官的寝室，然后这边是养猪的，还有厕所啊等等，这里放军火的。虽然是在坑道下面哦，但这边真的是四通八达，而且呢很通风了，真的就像一个地下城一样的，什么都有。这边是没有对外开放的，可以看到，哇，里面还有很深的。为什么坑道里面那么的通风清凉啊？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其中一个通风口。从这个隧道一出来，这边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然后海风微微的吹过来，所以说这里面很凉爽的。这些都是曾经战时的房室啊，希望以后也用不到这些地方。哇，这边的风真的好大，一到外面一览无遗。你说江南烟浓郁，塞北古天际。这里呢就是一线天，可以看到啊，这边呢也是以前的一个据点。哇，有点恐怖阴森啊，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点恐怖的。不管了，来都来了，对吧？可以看到射击点的窗户啊，都是这种很厚的铁窗来的，然后可以看出去啊，它的视野很开阔啊，然后是外宽里窄的。这里呢就是练里驿坑，相传啊，在清末的时候海盗四起，然后有一日呢，海盗就来到了东引岛来烧杀掠夺，然后渔民就死了，然后渔民的妻子呢也是被迫那条这里啊，为了避免被海盗给糟蹋，就跳海就义了。给大家感受一下当时他有多绝望啊！这里的风非常的大，往下看有恐高了，可以退出了。这里呢就是东引岛灯塔，是修建光绪30年，也就是说这座建筑有近100多年的历史了，还屹立不倒，在这里指引着过往的船只。这里的景色也是无敌啊，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在我住的楼下呢，也有一家餐厅啊，看这边生意是挺火爆的，而且这边的海鲜都挺新鲜的。我点了一份佛手，也是叫观音手吧，其实就是一种鲜的贝类啊，
里面就是红色的一个肉，挺鲜的，但是感觉它的肉质呢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贝类的肉质是要结实一点。这么一份呢是400台币。这里呢就是我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一个杂物间。不过也好过没有地方住啊，所以说大家来这里呢一定要提前订好房间啊，晚餐也要提前订好，要不连晚餐都没得吃了。但是东引岛还是很值得一来的，它跟以往其他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它是个军事前线，曾经的啊，还保留了很多东西，可以要值得你去探索，也让你能体会到和平的可贵。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啦，明天呢我将从这里坐船前往南竿，6点多就要到码头，7点半出发。那么我们明天见。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看日落潮涨，听晚风将一切吟唱，树叶会泛黄，万物都如常。我懂得你啊，你已经足够坚强，偶尔小紧张，但还好。大家早上好，现在呢已经开始准备去坐船了。看到这边的民宿的服务都很好啊，有免费接送服务啊，然后会帮你买票啊，反正你想到了他都会跟你讲，包括在岛上的任何的攻略啊，他都会告诉你的。这边呢是去基隆的，这边呢是去南竿的。可以看到来马祖旅游的人还挺多的。现在要登船了，昨天坐的是新台马，这个是台马之星，这个的船头就不能翻起来了啊。认识阿珂在路上，谢谢谢谢。欢迎来台湾玩哦。谢谢谢谢。来台湾玩。这边放行李的，然后现在往上面去看看座位怎么样。这边是经济舱，我的是上铺啊。可以看到这里呢也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现在船只呢已经缓缓的驶离中柱港了，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回来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地方吧。我们现在正前方这里呢就是东引岛，中间这里呢是中柱岛，那边呢是西引岛。从这里呢到南竿距离是36海里，也就是67公里，需要2个小时的航行。那么我们跟这里说再见吧。经过2个小时的航行，已经快到了。前面这里呢不是南竿啊，是北竿。南竿呢是在左手边这边的。听说呢，在这2座岛屿之间呢会修一座桥，而且这2座岛呢都是有机场的，不知道到时候会保留哪一座机场，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在船上呢，远眺码头，可以看到在码头的正上方矗立着4个大字啊，整个带弹。现在呢已经到南竿啦，南竿的面积是有10.04平方公里了，不仅是马祖地区最大的岛屿，也是其经济、交通、教育、文化中心。这个码头呢也是有小三通的航线的，可以从这边呢回大陆的，但不知道现在大陆游客能不能走小三通这条线就不清楚了。相信大家都很好奇我是怎么来台湾旅游的啊。其实我在直播里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可能大家没看过我的直播就不是很清楚。我是在印尼的雅加达申请的，我是属于特批的，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参考性。只要我证明在3年内有1年时间在海外居住满的情况下，就是可以去申请的。这个呢就是台湾的许可证，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台湾的通行证。只要有这2个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在这边坐船走小三通回到大陆的。这个信息呢是我确认的，是没问题的。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这个台湾的通行证，然后再有这个入台许可证，而且在有效期之内啊。然后这个我的台湾通行证呢是没有签注的，但也是没问题的。
在这边真的很方便啊，在这个码头旁边呢就可以租车的。这边机车呢租1天是500，我租了2天就是1000，还送我一张50的那个消费券。我来这里呢找了这一家民宿啊，老板真的很好啊，而且呢还去过大陆了。老板去过大陆哪里？以前去很多了，很多次了。在我们这个区块来讲距离大陆很近。对，祖宗是由福建的长乐县迁移到这边。这个祖宗是在清朝的嘉庆年间搬过来。对，搬过来之后谋生就是开垦山坡、种地瓜，天气好出海打鱼。马祖以前很多人都很穷，没有，台湾也是一样。对，可以说如果没有老蒋把部队放在马祖，很多人都不认识字。这样子的。对，我是国军刚来的时候出生。那你是土生土长的，你不是跟着国军过来的，不是？不是。土生土长。国军刚来的家里头很穷很穷我老爸体力不好，没办法出海打鱼，只能靠山上种一点地瓜过日子。1000个人只有1-2个人才有办法进入私塾。那我们是陈猛老蒋把部队放在马祖，他强制要马祖人要去念书。念什么呢？国民义务小学。那个时候念书念下来的是不要花1毛钱学费。两蒋时代照顾金门马祖，92年才解除戒严，对吧？对。那现在是马祖的人要是想去就是本岛的话，会比较麻烦的。以前去本岛对，要坐军舰。要坐军舰去的。搭军舰那个有分2种一种是运输舰，是运输物资的。对，我们一般的那个早年老百姓只能坐运输舰、补给舰。要不要许可证呢？要办。要办是许可证，一定要办。到马环部，你像警察局以前早年对坐那边嘛。好，坐那边我请你喝一杯。谢谢。这今天太荣幸了，能碰到这位老先生，而且是在这里本岛出生的，对这边太熟悉了太荣幸了。马祖了解蛮多的。对。因为我是马祖打鱼的，拿到大陆去卖了钱到福州买的货，名称叫做苏广百货。苏广百货。苏就是苏州。苏州的苏，对。广就广州的广了，广州的广。对，苏广百货，以前是这样子的，商店、批发店，到大陆买回来一大堆的东西，杂货店卖出去叫做苏广百货。马祖以前可以说是国军刚来的时候叫做寸草不生。鸟不生蛋。台湾的领导人也好，大陆领导人，如果都为经济发展两岸一定会和平。台湾也有民主，也有民主的好处。对。但是民主不要变成民粹，我们很需要民主。对。你民主变成民粹的时候不好。台湾有10几20年前有一首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这种的思想观念变成民粹。你这个观点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就民主变民粹这个观点。现在常驻这边将近1万，台湾好像是马祖的主人，为什么他可以管理马祖？所有的经济能源都是受到台湾的资助。像我们的这个立法委员1年到台湾可以争取几十亿的的资金啊，基金会补助马祖
建设马祖。啊，对，现在是不是要修一座桥，从南竿到北竿了？对呀、准备要准备做修了啊。准备要做。哦，那到时候是要保留哪个机场呢？现在还是未知数，还不知道。机场应该坐在南竿。张医生，你是不是从政的？我早年有从政过。哦，怪不得我说你都很清楚所有事情都。我早年有从政过对，当过民意代表。当民意代表哈、啊，你要以选民对的福祉着想。国军以前驻守马祖的时候，把马祖的土地很多的土地变成军区，刚来那几年使马祖人受到伤害。哦，对就是我本来这个财产可以变成军区的嘛，我本来是种地瓜的，种蚕豆的土地也变成军区了。后来到了民国80那个时代，叫做动员戡乱时期，在那个时代，老蒋要反攻大陆，对，反攻大陆就是到了蒋经国时代认为没办法反攻大陆，也没有必要反攻大陆，他才成立了台湾的，他又把留美的许多的才子邀请回来。哎，那像现在这边的电啊、水啊是从哪边来呢？我们这边马祖这边都有电力发电厂。马祖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个什么水平呢？在台湾来说的话，生活水平要讲在第一民主、民权、民生。民主，马祖也有投票权了，也有民主了。对，这民主之下才有民权。对，马祖的人也有言论自由，但是的话马祖人的土地，早年被国军占有，到现在马祖人的土地要想登记马祖，有国有财产署，行政院有财政部，财政部里头有国有财产署，马祖人去登记土地都被国有财产署提出异议，还要到法院告。这样的政府只有国家的财产，没有民有的财产。民主不是有民主、民权、民生吗？对啊，这三个都是属于2个字民有，人民必须要具有的权利，才叫做民有，才叫做民主、民权、民生。所以说，你们大陆我佩服大陆是什么呢？经济最近这10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科技发展很快，就是欠缺民主、民权、民生的人民所有，欠缺这一点。如果能够让人民有民主、民权、民生，我相信不要花一颗子弹来打马祖和台湾，你都具有让这个国民享受民主、民权、民生，让人民都有民有的状况，对不对？还打什么仗呢？老蒋时代，我们马祖有飞气球到大陆去宣传球，气球里面有毛巾、牙膏、牙刷，飞到毛巾、香皂、牙膏、牙刷，还有饼干，飞到大陆去。但是大陆也打了宣传弹过来，宣传弹里头有宣传单，也主张台湾金马的生活不好。那个时候国民党的这个老蒋作为一个非常有功德的状况，就是民国45年马祖都有，再穷的人没饭吃的人都要到学校念国民小学。那个时候在学校，他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呢？是像那种爱国爱党教育，还是什么教育呢？都有，有分。那个时候国小只有分国文、历史、
对，地理啊，数学，这几科。会不会有公民教育呢？公民教育也有，也有吗？也有。那时候有公民教育吗？国小的哈，5、6年级才有公民。这里就是我在南竿住的地方啦，房间还算挺大的啊，价格呢是1500台币一个晚上。这边还有独立的洗手间，位置很好，虽然看起来比较老旧，位置呢就在正中心。南竿岛虽然是马祖地区最大的岛屿，但其实也不是很大的啊，人口只有7800多人，面积也就只有10.4平方公里而已。所以说可以看到，就算是在正中心，人也不是很多。不过在哪个岛都看到了 7-Eleven， 这还是挺厉害的。而这边还有2家。小镇虽然不大，但基础配套还是很完善的，还有公交车站。这个是一个玄天宫吧，这边还有一些村民的娱乐中心。这里还有一个公园，白马王公园，应该也就是他们的镇中心公园了。建设的都很好啊。这边的商铺关门还挺早的啊，现在呢才是5点钟，基本上的商铺都关门下班了。我从来没想过我这放荡的灵魂，不经意间上了你的身。看着的头像，猜猜看这个人是谁？对，蒋中正先生。他面朝的方向那边就是福建省，也就是我们称的北礁半岛，福建的北边哈。他为什么会站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以前的志愿就是反攻大陆，统一中国，对不对？以前我们是不是都受这样的教育？所以，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反攻大陆，所以他就在这里站着，看着痴痴的望着大陆这个方向。这里呢，就是今天早上在船上面往上面看到的4个大字啊，整个带弹是蒋中正题字的，可以往右手边看过去啊。那里呢就是发电厂，花了50个亿建的。南北竿2个岛呢的电力都是靠这个发电厂的。在这个发电厂的后面呢，就是妈祖巨像，等一下会去到那里。然后往这边看，下面还有一尊雕像，就是蒋中正、蒋介石的雕像。他所痴痴望向的地方呢，就是大陆的黄岐湾那一边。他未完成的心愿啊，估计就是想着要光复大陆了。大陆呢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然后他的儿子呢，蒋经国先生觉得光复大陆无望了，所以说呢，在1987年也解除戒严了。当然，妈祖跟金门呢是在1992年才解除的。可以往那边看呢，就是福澳码头，也是今天下船的地方。那里呢也开通了小三通，小三通呢是在2001年，正式开通的。从这里呢可以坐船，然后到大陆去的。我们还有可能，我会朝着宠爱你的大陆狂奔。我身后呢就是马祖巨像，马祖地区呢也是因它而得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啊，说的是南方共和国。当时呢，罗芳伯是一位相思不地的读书人，下南洋在婆罗洲创立了一方的事业，而得到人民的敬仰，变成一方的神明。而我身后的马祖呢，也不例外啊，当时也是得到了人民的敬仰，变成了这个地区的神明。相传在宋代福建湄洲岛的一位娴熟自孝的女子，每夜点火为渔舟导航。在某天，其父出海捕鱼不幸罹难，痛不欲生的默娘投海寻父，最后随父亲失手漂至南竿岛，其事迹感动世人，从而演变成这一地区的神明妈祖。民间为避讳取妈祖谐音，将这一地区改为马祖。这里呢还有一个天后宫啊，这里呢就是马祖港，可以看到上面就是妈祖啦，看着的方向呢就是大陆。可以看到这边停留着几艘军舰，这种颜色呢就是为了隐藏行踪，在大海上面不容易被发现的。看它的外观就知道这是一个抢滩舰，用来登陆用的。先来到了北海坑道啊，这是在战时时候准备的一些防御工事，里面呢是连通大海的，是用来藏匿他们的抢滩舰的。现在呢已经对外开放了，全长是有600多米的。
有2种方式可以游览啊，一种呢是坐船，一种呢就是它有走道步行。那步行的话，要在潮汐的情况下是不能步行的，就只能坐船了。坐船的话，船费是150台币。这个都是坑道曾经来过的水位哦，这么高。对，这个都是台风天呐，我们一般正常不可能会到这么高。这是今天来的潮汐间带在这里而已，坑道是人工找出来的，它不是天然的。所以当初他把这个坑道的高度从海底到最上面总共找了18米，所以现在我们是有5米的水位哈。这个坑道是在于民国57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军阿兵哥他们用炸药爆破的。也就是说，他在民国57年以前呢，它是一座实心的山，扎实的山。那因为在那个时期呢，为了打仗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国军以炸药呢爆破这个山，那当初动用了2万多人，以3班制24小时，日以继夜这样轮流开凿开挖，总共找了820天，就相当于是我们的2年半才把这整个山挖成这么大一个坑道所以当初他把高度呢18米，宽度呢是10米宽，然后它的总长度是734米。全部用好的时候才去爆破引海水口，让海水进来的。那引海水进来最终的目的呢，它就是要做一个地下码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如果真的打仗，他们会把他们的所需要的民生物资从外面运输进来这个地方，藏在这里以外。这里呢，它还要藏120艘的登陆艇在这里面。随时随地准备出去讲看对不对？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开了一整天了，来这里加油。这边95的油价是29.8块。老板给我放他之前拍的蓝眼泪，放大一点，对，放大一点，好。真的好漂亮蓝眼泪在你们以前的时候是叫丁香水，对，因为那时候是丁香鱼的季节，那个时候丁香鱼呢会吃它们的一种藻类，叫夜光藻吧，是吧？夜光藻，对，夜光藻，吃那种藻类，然后所以说那个季节呢就会发光，刚好是5月6月份的时候对，就是旺季，所以说想看到蓝眼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也要看运气的，而且呢，它这个温度是要有讲究了，是在20度以上到25度以下左右这个气温才可以说。吹南风有起雾还要吹南风起雾，起雾很多。现在跟着老板去看蓝眼泪啊，他还带了一个专业的泼水工具哇，看真的是有蓝眼泪啊！蓝眼泪其实就是一种微生物，一种海藻夜光藻。1、2、3。今天还好能跟着张先生一起出来，很幸运看到了蓝眼泪。你住我店里头就对了。对，大家呢要去张先生的店里面住宿啊，太棒了，而且还免费带你去看蓝眼泪。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是7点钟，可以看到现在正中心的市场介寿狮子市场已经人来人往了，好有烟火气啊。那么我们先来逛一下这个市场，然后吃个早茶吧。市场虽然不大，但卖的菜的种类还挺全的。市场的2楼呢是卖一些干货，然后还有早茶店，哇，排好长的队啊。也袂永远这呢惨，地雨开人他人，看水会见冻，地路骗人行人，世情才冷淡。
当然这一碗呢是70台币啊，其实就是沿着锅边的一些面糊了，有点像在吃馄饨皮的感觉啊，是福州的一道地道小吃。这碗鱼丸汤呢是80，它有9颗鱼丸那么多啊。买那么长队是有道理的，它的汤呢是很鲜甜的。鱼丸呢其实是有11颗那么多的，然后这个顶边糊呢里面是有很多海鲜的，有这贝类，有鱼肉很多的，还有鱿鱼。鱼丸汤也是非常的推荐啊，它这个鱼肉呢出起来是有那个鱼香味之外呢，还带一点点奶香味啊，很神奇啊。我还买了一份巨光饼啊，价格呢是20台币。哇，这个巨光饼很厚实啊，然后外皮呢是撒了一层白芝麻，而且很香，就很饱肚啊。这其实在以前呢是一种军粮来的。相传在嘉靖42年，戚继光率军入缅追击倭寇，遭遇连日阴雨，军中不能开火，戚继光便下令烤制了这种最简单的小饼，也就是说，巨光饼就是当时明代的一种军粮。岛上的治安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到摩托车的钥匙都插在上面都没关系的，然后头盔也不用藏起来的，我的也是就插在这里就不管了。而且呢，那个酒店啊，它的门也不关的，开着门也，然后那老板也不在也无所谓的。南北竿之间的船非常的多，基本上半个小时就有一班，最早是7点，最晚一般是5点半。已经上船了，这个船不是很大，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快艇，票价呢是160，10几分钟就到站了，很快啊。这边就是北竿，南北竿的旅游配套都很完善啊。然后这边下船之后呢，直接就可以来这里租车了。这边租半天是300，一天是500，我租了半天，因为我还要回南竿。这个机车跟在南竿的一样的，而且呢还车也是很随意的啊，就是钥匙插在车上面，然后开到这里来还车就行了，而且没有押金的。刚刚租车的帅哥给我规划的路线是这样的，让我先到这个自然步道这里，然后逛完之后呢，下来到那个北港乡这个位置吃个饭，然后再去那个乔子聚落，是众神的部落这个位置，之后呢再去这个芹壁聚落，再回来。当然一般我都不按照计划来的，我先来到这个芹壁村。我感觉在台湾啊，离岛居民算是富裕阶层的，而且呢我觉得他们家家户户应该都有自己的房子的，而且像这种房子坐落在半山，还面朝大海，还有沙滩，这种级别的房子在深圳呢，就类似于天晴湾、天路的级别了。那边的房子一栋都要几千万到上亿的。点了份黄金错冰，价格呢是80台币，冰凉冰凉的，夏天吃特别解暑。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我在台湾的主旋律就是吃了，我现在都变成吃播博主了。这个黄金饺里面呢是包裹着花生的，口感是很奇特。这个聚落呢以庙宇多为主啊，有8座庙宇，有188个神明，相当于是比他们的村民还要多的。这里呢可以坐船去大邱的，大邱岛呢也是叫梅花岛，那边是有梅花鹿的。现在呢来到了碧山顶，这里呢也是北竿的制高点，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个北竿岛啊。哇，景观真的无敌！下面呢就是北竿机场，在这里呢就可以来观察机场的起飞跟降落，哇，无敌的那个视角啊！但
不知道那个南北竿的桥修好之后，这个机场会不会撤掉？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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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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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你是这边学生吗？这边是海洋大学对吧？难考吗？对，有手就行。有手就行啊，那么简单啊？要看什么科技啊？对，那你们读是什么科系了？海洋生物科技。在这边读书是会很爽，旁边就是一个海滩啊。对，来放松的一个。我来当做退休生活还不。你就来这里当退休生活了，已经过上退休生活了。一定的。OK， 那你就毕业之后是打算是怎么分配？是留在这里呢，还是怎么样？我们这边只会待1年。只待1年吗？所以明年来的话是其他下一届了。这样子啊。学弟妹。我不是很清楚，就这边待1年，然后又去到台湾。回台湾。这样子的，我还以为在这边要学满呢。不是。没有啊，因为老师来这里也不是很方便。这样子。那相当于就真的是过来养老，过来休假了。1年生活，然后就回去。你感觉怎么样？在这边生活方便吗？生活方便吗？其实现在还挺方便的。那你以前我爸在这边当兵的时候来讲，这边生活已经挺方便。有小七，然后每天都会有船送东西来，然后网络上面订货也很快就会到。可以网上订货过来的。而且订的货都是坐飞机，所以都挺快。那很方便啊。对。那平时有什么娱乐吗？这里？娱乐靠自己啊。靠自己。你要有兴趣，不然在这边生活。学校准备的算蛮充足的啦，但是就是会腻啊。对，会腻，要自己想办法找。要自己有兴趣。对，那这边课多吗？不多。那好像这边好像没看到学妹都是对啊。都是同年级的，我们这边全部的学生都是同年级的。男女比例多吗？男女比例差不多1比1吧。1比1。那还好了，对，真的是跟度假一样。在北竿玩了半天，现在准备回南竿呢。这边坐船很方便的。今天运气不错，然后刚回到南竿，然后我买完去小三通的票，就接到电话说这边可以来看蓝眼泪了。这是蓝眼泪体验馆，票价呢是350台币，等一下就要进去看了。本来是最少2个人了，但现在刚好有一个台湾行，然后来这里，然后我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看。是一个小型的剧场，准备开始了。那我们要拍照的可以稍微快一点，因为这个时间。一个人挑一个盆子，手不要去摸它哈。现在摸它的话，它会死掉，所以手不要摸哦，手不要摸。这叫做培养皿。那每一盆培养皿里面呢，我们都放了一点点的海水。除了海水，我们每一盆最少都放了8万只的蓝眼泪在里面。但是呢，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蓝眼泪它怕光，它只要太亮，我们就看不到它。那目前呢，我们这个房间还太亮了，所以目前是看不到的。哇，好酷哎！这个培养皿里面的就是藻类啊，夜光藻。而且它第一次是最亮的，然后后面就没那么亮了。换了一盆了。换新的话就会很亮，但是呢，过了一会就不亮了。很像灰尘的东西，那个才是蓝眼泪。我们直接这样看，你看到绿绿黄黄沉在下面的，那个是它的排泄物是不一样的。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今天呢，就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我将通过小三通回大陆。虽然呢，这里是作为京市的前线，但完全感觉不出这个社会的戾气啊。像我在租车行遇到的员工，他会很耐心的给我讲解每个步骤，然后还会给我分享哪个景点必去，哪里的东西好吃。然后遇到的船票售货员，他不是一问一答，是一问3答，会为你着想，会很耐心的，不会让人感觉不耐烦的。然后像我遇到的民宿老板也会带我去看蓝眼泪啊，真的感觉这个社会就是温良恭俭让，
我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台湾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了。这是我第2次来，相信我还会来第3、第4、第5、第6次的。其实呢，不单只是台湾，整个世界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很友善的，希望和平、热爱生活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呢我就带大家看一下国共对立对面的情况。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是7点钟，早上去再吃个早餐，结果呢下起了暴雨。等一下呢就要离开这里，然后去到码头坐小三通回到大陆。临走之前呢，还是再来吃一个鼎边糊，还有一碗鱼丸汤。这边的小三通的话，它是有2个口岸可以到的，可以去黄岐跟浪岐。浪岐的开航时间是10点，黄岐的是12点40分。到浪岐的价格呢是1000，到黄岐的是810。票买好啦。像陆客的话，他不需要护照的，他是需要大陆的身份证，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通行证，然后呢还有一个入台证，就可以去买票啦。这就是船票啦，是到浪岐的，价格1000。这边跟坐飞机一样的，有个离境，然后检查护照，再到过安检。从这里呢到浪岐大概是40公里左右。盖好妆，现在来到候船室啦。买酒的可能到大陆之后坐高铁不方便，所以我就买了3个当地的肥皂，什么酒粕什么不清楚，3个是850。要登船啦，这个就是闽珠8号，这艘船不是很大啊。这个票呢它是没有座位的，就是随便坐的，跟昨天坐的南北干渡轮差不多啊。现在呢已经起航啦。这里呢还有提供咖啡的。你看到现在两岸的游客不是很多啊，就这么小的船，的客满率只有1/3左右。也关于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现在已经到了中间的海域了，还是有信号的，还可以刷短视频。更不许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快到了，可以看到啊，现在台湾的手机已经没信号了，大陆的是有信号的，还好我2张卡都有啊。现在还是有点忐忑的，因为我的台湾通行证是没有签注的，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入境，应该是可以入境了，可能就要被盘问了。现在呢已经到码头了，这里呢就是浪岐岛。经过80分钟，终于来到了浪岐岛。这个岛呢也是中国21大岛啊，面积有92平方公里的。2 hours later， 顺利从浪岐港回到大陆啦，但在入境的时候还是出了一点小插曲。大家知道我的台湾通行证是没有签注的，所以说呢他们就要查我的行程核对，所以说浪费了1个多小时才给我通行。就核对没问题之后啊，这样的话会增加很多的工作量，他们也说不建议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入境啊。但工作人员都是很友好的，很客气的。从这里呢到福州市还有40多公里吧，在码头呢打一辆车，然后去市中心。本来想等公交了，结果呢公交车它要2点钟，所以说不等了。从这边呢到市中心3返7向是100人民币。浪岐岛一个岛，对，属于马尾区的。从这里到湖州，湖州到这里。哦，这专门跑这条线的。跑这条线。那一天能跑多少钱？大概400-500吧。是电动车。对，哪吒。虽然写了400，我只能跑到300，差不多1半人口在国外，你想一下，多少了？1半人口在国外。对。7、8万的人，3万多、4万在国外，全部移民到国外了。那大哥你是浪岐岛的人？对。那这么说，像你也有很多亲戚是在国外的。很多。在什么地方的比较多？美国。哦，都在美国。我们这里1万人都在美国。疫情以前是1万多啊，1万2、1万3，现在只有6、7千了。6、7千，我没听错吧？1万2、3到6、7千，就1倍了。对呀，下了一半了。下了一半了。
开了30-40分钟，来到了市中心了。这里呢，就是在三坊七巷。福州呢，也是福建的省会啊。福州人呢，在全世界有名的，在哪里都有他的身影。我去巴西啊，我在阿根廷他们都在那个很偏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的。刚才那个大哥，一问不知道啊，他在纽约待了10几年啊，在那边打黑工，跑外卖，一个月有4000美金，然后赚够钱了，现在又回到家乡生活了。这里的小朋友应该是下课了啊，好欢快啊！感觉这里呢跟深圳比是更有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就住在三坊七巷的对面啊。三坊七巷呢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里坊街区。里坊制度啊是基于州里的城市布局，是以一条主干道作为中轴线，向左右对称辐射开，有点类似于棋盘的那种布局啊。像我们熟知的长安城、新罗王城，还有日本的平安京，也就是京都，都是采用了里坊制。我们前面这条路呢，就是中轴线南后街，这里呢就是整个景区的布局图，可以看到南后街是中轴线，这边是有7条巷的，有3坊，其中的3坊呢说了就是锦衣坊、文儒坊，还有光禄坊。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所有的小店啊，看起来呢，在东门也有啊，所以说感觉整个中国的那些古镇呢，都趋同质化了。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就在去年，人类射直宇宙最远的深空探测器旅行者1号发回了一串神秘代码。这段代码呢，不能靠以前的任何编码方式来解码。随即 ，NASA 呢发布了一则消息，认为这是旅行者1号留给人类的最后遗言。我记得有一张震撼人心的照片，是旅行者1号在1990年即将飞离太阳系的时候。NASA 命令他再回头看一眼，而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不到1个像素点的地方，便是我们的地球。著名的物理学家卡尔萨根在一场演讲中看了这张照片，说出了那段至理名言。我想把这段话作为这个视频的结束，送给大家。我们成功从外太空拍到这张照片。细心再看，你会看到一个小点，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在这个小点上，每个你爱的人，每个你认识的人，每个你曾经听过的人，以及每个曾经存在过的人，都在这里过完一生。这里集合了一切的欢喜与苦难，数千个自信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学说，每个猎人和搜寻者，每个英雄和懦夫，每个文明的创造者与毁灭者，每个国王与农夫，每对相恋中的年轻爱侣，每个充满希望的孩子，每对父母、发明家和探险家，每个教授道德的老师，每个贪污的政客，每个超级巨星，每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每个人类历史上的圣人与罪人，都住在这里，一颗悬浮在阳光下的微尘。想象那些将领和帝王们，他们的光荣与胜利，只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这一小点上的一小部分的短暂主宰。想想栖身在这点上一个角落的人，正受着万般苦楚，而在几乎不能区分的同一点的另一个角落里，亦同时栖身了另一批人。他们有多常发生误解，他们有多渴望杀了对方，他们的敌意有多强烈。我们的装模作样，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以为自己在宇宙里的位置有多优越，都被这暗淡的观点所挑战。我们的星球只是在这被漆黑包裹的宇宙里一颗孤单的微粒而已。一直有人说天文学令人谦卑，同时也是一种塑造性格的学问。对我来说，
希望没有比这张从远处拍摄我们微小世界的照片更好的示范，去展示人类自大的愚蠢。对我来说，这强调了我们应该更加亲切和富有同情心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时更加保护和珍惜这个暗淡蓝点，这个我们目前所知唯一的家。